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最近非常火，但是它制作看起来有些粗糙的电影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牛来》。牛来这个电影其实真的是很神奇，就是说，因为它其实上映，它是两个人，就母女这个不是母子两个人制作，花了5年时间在自己电脑上制作。然后它本身你看起来它本身是动画电影，但是制作看起来很粗糙。然后上映前7天就是只有几千的票房，但是突然在网上就火爆了，然后现在的票房已经达到3000万人民币，然后预计会达到6000万人民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现象。两位看过《牛来》对吧？我没有看完整，但是我看了一些片段。我感觉这个《牛来》好像还不是网上大家说那个烂片儿，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少儿片儿。少儿片也是讲究这种美感跟质量的。因为天线宝宝，我觉得天线宝宝还挺可爱的，我从小的时候还挺喜欢的。是吧？我是不是全部完整的看过，我是点着去看，因为你就是看那些剧情，有的它是一种慢慢的停顿，然后放一些音乐，你觉得没有意义，那你就开始看下一个剧情，这样大概整个看下来，我觉得从最开始我抱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看的时候，我只是想看看到底有多烂，就是说网上大家不是说如果你看的话，你会感觉就是真是浪费了这个浪费了80多分钟，然后如果你不看的话，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感觉还不太一样。其实从故事的这个整个制作，它的故事线，然后其实我都会有一些想法。对，我觉得这电影它滑稽，它应该叫动画电影啊。它的滑稽之处在于，它本来是个制作粗糙的儿童片儿、少儿片儿，而且你可以叫它幼儿片儿，它适合8岁以下的孩子看。居然拿到了龙标，而且上了大院线，那自然就会，你就拿任何这样的片子拿到大院线，它都是个笑话。可是我就是。你看，也算是工作很多年了，看完之后还是有些感触。我觉得它还不单纯是一个少儿或幼儿片，我觉得成年人看了之后也会有一些启发。你最大感触是什么呢？就最触动你的点，就是那种如初的感觉，那种赤子之心，就很单纯，没什么想法，那种没有入世的那种，很单纯的一个小孩子的概念。就是你会很怀念，就是什么时候自己也是那样的，好像什么时候又变了，就有点。好像变得就是变成熟了，就反而会有点想回到，或者说会觉得那个是曾经的自己，就会看到一些东西吧。对，我是看了大概1/3。我一开始啊，也是我在其他节目，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包括昨晚会员节目以前，我都评论我说这是个烂片儿。但是我认真看了一下，就昨晚看的。看了1/3，我觉得不能那么叫烂片儿，因为我真看进去了。因为要休息了，我不能再继续看了。但是我看那1/3呢，我觉得他是在讲一个故事，他是在讲一个妈妈对一个孩子幼年成长的回忆。那里边很多无意义的拼凑，但是在这个妈妈眼里看，它是价值连城的，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陪伴孩子成长的点滴。它里边的对白有些看起来很令人这个发笑哈，但是呢，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常。你比如说，他会跟孩子讲一堆大道理，跟牛来啊，他们牛妈妈讲了一堆大道理，然后居然这个牛来没有接他妈妈话，说了一句“妈妈，我饿了”，这很真实。对，但是电影院里一片哄堂大笑，但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对，那小孩子当不懂事儿的时候，你跟他讲大道理，他自然会，他不一定会接上你的那个思路，对吧？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马三立就是有一个笑话，就讲说看一小孩特可爱，然后说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这小孩扭扭捏捏说，我爸给我买一兔爷。就是小孩子的反应，就是他跟你大人去想那个是不一样的，他那个他不是你预期中的那种回应，所以就感觉他真的是很真实，这种细微之处他就抓到了。你看他这个牛来这里边啊，有自己这个牛来，然后他有一个同龄的叫牛二，有这么一个小玩伴，然后他有他妈妈，有他爸爸，然后有一个梦境中的这个伙伴，就是叫豹拉，是一个豹子。那豹其实是他们是要远离的嘛，但是他又跟他成为了朋友，然后又有狼群追赶他。然后有其他的一个小云雀跟他做朋友，然后有咬了他一口的这个蛇，他被他称为叫小绳头。你就感觉这个小绳头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就是一个绳，然后结了个扣，就是小绳头，就是
非常朴实的这么一个农家的那种感觉，略带幼稚。对对，就是小孩能接受的这么一种理解，但是你就感觉哎，好像真的是就很真实。然后呢，你就感觉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人物吧，就是在你生活中都是有这种对应。你看像这个鲍拉，他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危险人物，但是你跟他成长的过程中，你又跟他结为了朋友，你又觉得他是好的。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小豹子，那也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也是妈妈不在身边。那牛来的妈妈在找他的时候呢，然后牛来他妈妈就远处就说：“你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要跟豹子在一起，有危险呢。”然后叫了很多次，牛来就过来了。他妈妈就说：“你知道你刚才有多危险吗？”他这句话就突然让我想到，就是哎，就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家长也会就是跟我讲这种话，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非常理解，是的，对，就是他很真实的把以前就是母亲和自己的相处的那种氛围和环境带过来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他没有太多商业气氛，因为本身就是这个儿子和母亲做，而且就是说我听片尾曲，那个片尾曲是那母亲自己写的，自己谱曲的，对，然后是一个我听的是一个非常怀旧，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苏联风格的一个歌曲，对，苏联风格，当然我个人就是不太喜欢苏联风，但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都会听过苏联风格的曲子，中国大陆特别小放这些东西，对，他会放这个，然后呢。那个歌曲其实说句实话还不错，它是俄罗斯民歌，其实它有的是，它是自己作曲，但是那个曲风就是俄罗斯民谣那个风格，你听就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或者卡秋莎的那种感觉，对，然后确实很好。他们有一些网上是用就人工智能重新去优化了，那个感觉会更好。但是我听了原声你可能会感觉更亲切，你就感觉这是可能是。就是他的妈妈去那种曲风其实带一种悲伤，我觉得是有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挺感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牛二，他身边的那个小玩伴，就是他的妈妈在跟他说的时候，当然是说是牛群是要迁徙的，然后这个牛来要去面对一个什么困难了，然后就是说谁要来，然后牛来说那我去，然后呢这个牛二在旁边就默不作声，然后他的家长就说你看人家都去了，你不去吗？这个就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我的小的时候，就是也是身边人也是有同龄人呐，或者说互相说，哎，你看谁们家孩子怎么样了？你看你，就是他非常真实，非常写实。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妈妈，就是他怎么这么用心，他把他这些片段都可以记得如此清晰，所以当人们看的时候，那种回响就会非常多，就是一下子就听到这就是小的时候你听到那句话。还有大陆那种家长让孩子互相之间比较，对，中国式家长。对啊，牛爸爸就说今晚那我们附近发现野兽，谁可以放哨？牛来说我来，就是这块，就是这一块。然后他妈妈说行，那个我陪他。旁边牛二他妈就说人家牛来都去了，你就不能去吗？你就不能勇敢一下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这真的就是小时候太写实了。然后牛二说：“我可以去，我不用妈妈陪。”这样就是这个，你就卷起来了，太卷了。这个就觉得，然后牛三出来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可以站12个小时。”这就赤裸裸的把中国人的现实就拍出来了。那平时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啊，对吧？是，所以他是真的就是感觉是。很真实的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的东西展现出来，它吸引人的点是在这里，它就像一个老故事的感觉，让你会很怀旧。而且它不是看起来是牛来或者他的故事，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对，就是我们总能在这个故事上看到自己过去生活中的影子。对，你像啊，他这个歌词里，就你说的片尾曲挺好听的哈，我听了好多遍，我都不敢听，因为我一听我就感觉那个特别难受，特别怀旧，非常怀旧。就我听就和听肖邦的夜曲似的，我有段时间就是心里会我很泛起那种就是过去的那些画面。你听到最后有没有想流泪的感觉？我一听就有，是吗？就是那种非常怀旧、非常肖邦夜曲，我不知道怎么，就是我有段时间我是肖邦的音乐非常好，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听。为什么不愿意听？就是你本身就它是有很强情绪会影响你的，就是你本身人好好的，然后听了那个音乐以后，你马上整个人就会荡起来了，就是对，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肖邦的钢琴曲我听起来我会觉得还比较舒缓，但是因为就是有那种俄罗斯那种风格，它那种风琴的声音吧，
就会让你，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好像就突然间就是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种，就是而且你又是回不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有这么一种伤感。对，其实你说到回到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就是生活中会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很多的这种事情，反而觉得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真的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它这个动画电影其实表达就这一点。我刚才说它这个片尾曲，它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小牛哈在操场上奔跑，操场开始是绿色的，然后清风吹过打在他脸上还湿湿的哈，然后有一句话就跑着跑着，然后就是凌乱的野草，就这个一片草场的草都变秋黄了。那这一片野草，接下来他就讲风，然后呢就是抛弃了温柔，把这一切都吹散，大概这么写的歌词哈。那其实这个野草是什么？他在这里啊，其实把整个电影它的中心思想，我觉得包括它的制作思路都表达出来了。这野草其实就是他的回忆，他的点滴碎片的回忆。你想啊，这小牛啊，在这草场上一直在跑啊，那么它整个这个青葱岁月，这个草场都记录下来了。那这个秋黄的野草被乱风给吹散了之后，那就等于说它这个过去的记忆已经被吹得凌乱。那这个野草这些代表的，它的都是生活的一个个片段，而这些片段却都是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就是说这片段很可能是无聊的，在外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过程，但是呢，在他的眼里这是无价的，因为这是陪伴他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他在这个电影里边表达的就是他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他的感悟，还有他把自己经历的一些现实场景搬到动画里边了，所以在别人看来这很无聊啊，但在他看来这不是这样。他其实还有你刚刚说到这个陪伴，就是说他们这个电影制作过程也是这样的。就是妈妈陪着儿子花了5年时间把这个电影做出来，而且有一点我看网上传言，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公司本来之前是一个装修公司，然后后来改成做了电影公司，然后花了5年时间做。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我不太确定，就是说他们可能之前做政府的项目被拖欠了钱。这个辟谣了，后来这个辟谣了，对，不是谣言。对，那他做这个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这么说，但我在想，会不会因为2021年嘛，正值疫情，中国那会儿封得很厉害，他装修他没什么活做，他干脆就做个电影，对吧？因为他搞装修，他是要用那个软件，对，建模 SketchUp， 对，它是一样的东西。对，我以前类似的东西，做电动画好像还不一定是用到这个3D Max 或者是玛雅之类的，对。看来你对动画也很熟悉是吗？对，以前我差点涉足这个动画产业，差点牛来，我就做了一个豹来是吗？我可能做雨来。对，以前因为我在国内的，就是我住的城市，我会去找这个动画公司去做。当时呢，我也写了一些脚本，本来是想往这方面发展，但后来就是反正来到国外嘛，那就说它这个动画其实本身呢。我觉得你说他用5年时间来做啊，这恰恰是他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现在呢 AI 泛滥，大家可能几分钟就整出来一部片子，但这部片子可真的未必能像牛来这么火。它是一帧一帧自己真的是磨出来的，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成功也印证了一个道理，真的是1分耕耘1分收获，老天是绝对公平的，天道酬勤。你看，你就说现在那些高质量的影片，其实呢它都是带有先天优势的，它首先资金非常多，然后呢，它这个演员呢也都是名演员，很有名气的，而且他都是工业标准的这个技师，他能做到那个工业标准，所以对他来讲，其实达到那个水平不难，它就是一个产品，一个制式的东西，对，但他呢是真心的付出，一帧一帧自己做出来的，而且里边还含着妈妈对儿子的这个无私的爱，对，所以这里边呢你都能看出来。所以他这个用5年磨出来这个东西，一下子你一开始可能看不出什么，但一下子后来就爆了。我觉得这跟他背后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对，就1分耕耘1分收获。对，回到刚才说的那个片段啊，就是他妈妈不是跟他说，哎，你知道你刚才有多危险吗？然后这个小牛来就跟他说妈妈，就是这个鲍拉他妈妈就是不在身边，然后他得喝牛奶。就是当时说这个喝牛奶的时候，就是他跟鲍拉也说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喝牛奶。然后就是他就是有点谐音梗，然后就大家就都爆笑。但是他说的时候呢，后来他就跟他妈说，他说他妈妈不在身边，那咱们不管他会死的。然后他妈妈就这么盯着他，
就虽然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牛的这种表情，就没有那种表情都是可以调出来的，就是你用电脑都是可以调出来的，你都知道它的制作很低劣，但它那个停顿和它那种就是细腻的掌握吧，又让你觉得也很真实。就是当一个孩子说啊，妈妈，他那个我的朋友他妈妈不在家，咱们必须得管他。然后他妈就看这孩子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那个豹子长大可能会吃了你吗？然后就是你不知道你这个危险，但是又觉得你这孩子真天真真可爱，就是那种，就是只有妈妈才可以有的那种感觉，就挺打动人的。对，这就是现实中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嘛。他盯着他孩子，因为他孩子很天真无邪，面对危险本来是天敌哈，所有有经验的人都觉得有经验的牛啊都会避开，但他却不这么想，对，他就是若无其事，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妈妈一看他这样，又想保护他的天真无邪，又想告诉他世俗的经验，对，在这种两可之间，很多家长都会经历这样的心理折磨，所以他拍得很真实，真实到让你觉得我就接受了。对，我想说的是，艺术这个词哈，它呢就是有一个定律吧，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艺术品，无论你是做雕塑的，你还是做电影，你还是写一首歌曲，你都是从生活中来的。那生活中来的生活是一个长镜头，是一镜到底的，里边是没有剪辑的。你炒个菜，你翻炒的这个动作很无聊，但是你生活中要经历，放到艺术品里边你就不行了。这样你必须赋予意义，不然的话你放不进去。所以呢，艺术作品是要把这些无限时间、无限空间的长镜头的东西，都不能用长镜头形容了，就这种东西哈，把里边的无意义的都剪掉，只留下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呈现给大家，这就是艺术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哈。那这个牛来呢，我感觉啊，它对外人来说它是有点反艺术，对，因为它是把恰恰那些无意义的东西，炒菜这动作不断的翻哈，或者说你这平时教训孩子这一些很无聊的片段，它都给放进去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野草，大家都觉得这是过去的记忆的碎片，对他来讲很重要，但别人来讲没什么，所以他把很多无聊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这是什么？我来看的是一个你精心写的一个脚本，一个呈现的艺术品，但你呈现给我的是无聊的生活片段。但是这些东西像我刚才说的，在妈妈眼里是无价的。我觉得你恰恰说到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就是有这种反响，就是大家本来是以一个少儿的这种心态去看，但是其实当你以成人去看的时候，成人世界是不会有这些的，但是当他真的把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些是生命中非常可贵的东西，然后人们就会有这种就是回响，就是人们不会去做这些无意义的东西，但是当有一天真的有人把它做出来呈现给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错过了一些东西。对，其实呢，这个影片能够火到现在，也是因为它在随着大家看的过程中，它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就是大家附加的意义。这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做别的节目也跟就是举过这个例子，就是中国庄子有一句话，就是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谓之无用之用。就是很多东西你看起来没有用处，但它却是很必要的，它可以被赋予意义。它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东西呢都是有意义的，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任何东西啊都是有可以被接受的理由的。所以呢，没有东西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东西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他举了个例子啊，在庄子的这个故事里边，就是说，大概说有一片树林吧，那个果木啊，还有是有用的树啊，都被人们提前去开采，很多树都折腾来折腾去就死掉了，只有一棵毫不起眼的，大家都不会关注，它做家具做不了，做房梁。开始的时候感觉也不是好木头，你要给它结果，它又不结果，所以没有人去动它。结果这棵树长成那棵森林里边的参天大树。我还以为他在那个树旁边挖出黑参来了。你在指定已经成熟了。这个厉害呀！你挖出来了，我靠！对，这是真挖出来的。这是那个我们节目的这个赞助商，也是这个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啊。我现在拿的是一根特级黑参，所以大家看起来很大。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黑参都是6年生，然后经过这个去燥火性的处理，然后9蒸9曝，所以它有不同的产品，有这种口服液啊，也有这种黑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链接的网站去
看一看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产品。不好意思，还是回到你这个参天大树。对，我就想说，就是说他这样的成长，其实呢就是被人忽略的，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他呢，却真的就是成了一个万千瞩目的一个苍天大树。其实它能够长得这样，那对应到这电影里边，其实呢就是一样。这部电影啊，它被很多人忽略，但是没有人能想到它现在能这么火。那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慢慢的就被赋予了意义。它这个赋予意义的来自于就是大众草根的议论，这是很多电影没有的。很多电影看了之后都是在中国是自上而下的推广，你的符合主旋律，对，你得符合这个整个中国社会的，需要大家去给走个面儿，政府需要呼吁的东西，对，或者是明星，像你说走个面儿啊，明星给你，你越这么说，可能人家还反而不一定去了，是。所以他这个影片呢，大家任何人他自己都不抱任何期待，就是圆个梦啊，反正我几个多少钱，我成本就3000块钱，我再惨能惨到什么地步，对吧？人家前9天是已经收回本了，7000块钱，结果没想到第10天就爆了啊，就突然爆了，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开始觉得没什么，但是一开始是嘲笑，对，然后呢？嘲笑，大家都想围观，有这样的烂片，就任何一个片子在国内你必须捧起来，因为它是主旋律，它是讲要么是讲这个歌颂社会、歌颂党啊、歌颂国家，或者是有一些你会觉得你要端着看的哈，但这个东西它没有，你不需要你供起来，你踩在脚下你怎么都行，这大家觉得太爽了哈，这么多年没看过一个界限的片我可以这么对待它，所以大家想想都想去踩一脚，结果发现越踩人越火，现在。没有人踩了，大家仔细看，就像我一开始也说是烂片，人云亦云，但我看了之后，我还没那么烂，它有情节，它有它的意义，它虽然制作粗糙，包括配音都很业余，还有回音呢啊，你就是在普通家里配音，就我们录音间都不会这样，但是他在家里随便，我觉得他连背都没蒙啊，就这样配音了。但是呢，你看到它整个的情节下，你会觉得。倒没那么寒碜，所以它就是一个制作粗糙的少儿片。你知道人家已经开始筹备第2个就是片子，羊羔是吗？羊羔，我天哪！下来个烤鸭，然后来点吃的。对，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跟他儿子一起做这个电影，就是他这个牛妈妈带着就是牛来的又一个过程，其实挺有那种感觉的。而且其实吧，我感觉现在让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这种画质的质感，它确实看了之后让人赏心悦目。就你画质越细腻，你看着人越舒服嘛，就是你感觉很真实。对。但是看了这个之后呢，就是有点让我想，就是回到小的时候看那种动画片，它就是橡皮泥捏的那种动画片。对。然后它是靠那种人的配音，就是你也能想象出来那种画面，你也能看得下去。它有点那种，就是说，一种是怀旧，另外一种就让我意识到，其实很多的影视作品好像声音比画面会更重要一点。就包括现在流行的像 podcast， 像我们这种聊，其实我们不是说靠这种画面的有多炫耀，可能只是一个场景，大家坐在这儿，没有画面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有画面，但是就是说我们没有追求我们每一期要剪辑有多么的 fancy， 然后我们要加多少画面，就是3个人坐在这里静静的聊，然后说出一些东西来，他听的是这个故事和味道，就不是说画面那种感觉。就通过这部片子，我就觉得我单纯听，就是说妈妈跟牛来的这些对话，牛来跟鲍拉的对话，我就能听进去。我也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说有太多的变化，也很粗糙。那个建模就像是一个基本款，或者说就是一个基础的模型，它没有任何的加工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毛坯房的感觉，但是你在里边却住出了家的感觉。但是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实它这里边呢。是有它的艺术成分在，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特别是他这个人物设计啊，因为在这个动画行业，你要设计一个角色，你不会先把这个人物的动画形象、五官啊，他的整个的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全设计出来，不是。第一步呢是要先设计了一个轮廓，一个独一无二的轮廓。所以你看美国的动画片，你不用看他的角色，你就看他的轮廓，他都是。不会重复的，他任何塑造一个角色，除了迪士尼公主会有所重复哈，但是别的众多的角色，你像无论是超人呐，还是有些纸箱做的那个动画啊，还是你这个大力水手，亦或是你拍的就是有一些你像什么侦探的那类电影，
其实你都会看到它里边呢是有独一无二的这个轮廓。它这个里边也是把牛来呀、鲍拉呀，你别看它丑陋，但是呢，他把这个轮廓画出来，前人好像还真没有尝试过，所以他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这个在好莱坞的工业标准里边，它也是符合的。另外一点呢，我想说就是说动画这个行业啊，大家可能说一说觉得很轻松，但其实呢，这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密集型，它是一个高度密集型的产业。在中国一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碰，是因为这东西比电影还烧钱，因为它需要庞大的人力去制作一个小时的动画片，它一个动画制作公司它自己是完成不了的，它要把里边的每一个段落，哪怕几分钟的 package， 外包给动画学院或者是美术学院的学生。美术学院的学生呢，他有个灯箱，底下是这样的灯，上面是透明的纸。然后呢，他把这纸放上去，他把你要的角色，比如说你要动一下手。这样一下，或者是你要就是跑一下，它每一帧你跑的每个动作每个幅度它都要画一下，然后画出来之后，它一开始也是用灯箱描，每一个都要描出，有一个是在这儿的，完这个接着所有动作都这么画出来，像放射状的哈，这样你连接起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挥手的动作。它要是一个学生呢，分一个就是一个系列的动作，然后可能一个学院的学生一起忙活1个月2个月。最后出来的可能只是片段的5到6分钟、10分钟，所以它这个而且很多学院它没有这个灯箱，它是把纸，因为以前中国它这个积水不发达嘛，它把纸啪到这个窗户上，然后用窗户当灯箱，因为白天太阳光射进来，它就这么在窗户上描，所以做动画是很费劲的。他能用5年时间，我就非常能理解他为什么用5年时间，他做了80多分钟的动画片。你就可以想而知，他背后的努力，就光建模，你别说他丑，但是他每一帧的这个动作，每个这个背后，他付出多少心血，这个我能想象到。所以为什么他能成功，我相信也是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这个天理啊，在给他这样的奖赏，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做这个，而且从一个就是外行人都可以做出来一个这个，也挺鼓舞人的。对是，而做的还不错。它里边很多东西，大家觉得，他看了之后还都是很有启发的。我其实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说，就你一个作品一旦做出来之后，它的解释权就不在作者手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牛来这么火，很多人愿意去看，就像你刚才说，它本身有一定的这个社会效应，就是说，我认为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逆反或者说反抗。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现有这个你像京圈的很多电影，比如说前段时间所谓这个电影抓特务啊，给个面儿，这个就大家就是很讨厌，特别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就是说不太喜欢这种主旋律的这些东西，所以正好牛来它牛来本身从政治上讲，它是一点也不敏感，不然它也不会拿到龙标或者过审。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电影人无法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情况下，很多人说，那我干脆去看这样的电影吧。它其实对现有秩序的一个反抗或者是不满的。对，它这个差异化是它成功的一个元素之一，因为它差异太大了。对呀，我们讲你要想在某个行业成功，你要做出你的差异，你要做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它这个跟谁都不一样，所以就成了大家一个围观的一个对象，所以。它就造成这样的围观效应，这围观效应也是让它这个爆火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希望它未来如果在做的话，就是比如说羊羔或什么，还是可以更多一些美术的这种指导，或者说有一些提升。毕竟就是说它其实是对于大众审美的一种怎么说呢？它是每个时代它都有一个缩影。那这个时代可能最开始它可以这样起步，但逐渐的可能也要符合一下，就是说人们普遍的一个标准。我是希望就是说像这种艺术作品它是有这种引导作用或者启发作用的，如果你可以做出一个好的这种审美，就是说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好一点吧。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觉得我对这个导演啊，如果说他想筹拍下一部片子，我其实抱着很审慎的一个态度，因为他这个片子这次能够成功有极大的偶然性，对，包括社会也没有，其实中共这边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虽然没有下令全国下架，但是像大连已经确定了，大连已经不拍片了，然后别的地方有，就是虽然说
它有排片，但是呢，像《新京报》等等报纸已经说在批这个动画，所以动画呢质量低劣，不鼓励大家去看。然后呢，中共国这边呢，你像之前有个《阿嬷的情书》，那部电影呢，中共在推啊，就一看这么火，马上利用起来。牛来到现在都没有被拿来这么宣传，官方一言不发。但是呢，有些部门已经展现出这个对这个片子的一个否定态度。所以呢，我想这个片子如果想，下一次他再拍成功，像这样的社会条件，包括他自己还能不能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和真情，都值得去看。所以他下一步能拍出什么样的东西？如果还走俗套，他有钱了嘛，那又落了俗套就没意思了。所以要看这导演要怎么做。对，我觉得牛来可能真正打动人的是他的那种有点絮絮叨叨的真实感，或者反反复复的真实感。是。然后虽然画面很粗糙，但是能把因为你看他想传达的这些观念或者是情感，其实你如果抽离出来，其实给人一种大道理的感觉，对不对？对。但是他在影片中的表达却非常自然和真实。就是说，有很多影片他想要去，比如说传达一个东西，但是你给人感觉很做作，这是我觉得他这个真实，或者像福耀一开始提的这种单纯的感觉。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后面一部《米阳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然后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看过牛来，或者对这个牛来感不感兴趣？如果看过牛来的话，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今天关于牛来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